2026年8月16日，日本经济产业省修订后的输出贸易管理令正式上路，高阶5轴数控工具机、高精度回转转台、光栅尺，还有5轴数控系统最底层的演算法与设计图，一次全部被写进管制清单。对中国的出口，从过去那种一次核一批的包裹式许可，改成一台一台逐案审。原本15天左右能下来的批文，现在要等45天到180天。而航太、军工这些敏感行业，驳回率超过80%，已经签好的旧单宽限到年底。一纸公告，中国高阶制造最上游的那一节被按下了暂停键。可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就在2个月前，2026年6月，日本工具机的单月订单金额冲到2035 15亿日元，年增 52.8%， 史上第一次突破2000亿大关。其中外销订单 1454.99 亿日元，年增 56.0%， 连续21个月正成长。而中国一个国家就吃掉日本机床接近30%的订单，连续26个月同比增长。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的会长板垣繁友才刚刚把今年的全年订单预估上修到2兆日元，比2025年的1兆6043亿整整多出2.5%。也就是说，日本是在自己生意最好的那一刻，亲手把最大的那个客户推开的。这是什么操作？一家公司会在营收破纪录的当月宣布不卖给贡献30%营收的客户吗？不会，除非卖的东西根本不是生意。而更诡异的是中国那边的反应，你以为会看到跳脚、抗议、反制清单，结果没有。中国那边的舆论场冒出来的是另一种声音，说国产化率已经上来了，说很多企业被迫支持国产反而是好事，说进口连续9个月下降。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安慰，可是把数字摊开来看，有些地方对得上，有些地方对不上，而对不上的那几块，正好就是这支影片要挖的东西。一台机器为什么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制造业高度？为什么日本一松手，那么多产线就要停？为什么这件事整整卡了20年，中国砸了那么多钱，还是没有把它彻底解开？而最耐人寻味的是，这把锁的第一次被撬开，其实发生在将近40年前，主角同样是日本，同样是工具机，只是那一次被卖的对象不是中国，是苏联。而那件事最后让日本一家上市公司的会长和社长一起下台。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什么叫5轴？你家附近的铁工厂里那种铣床，刀在上面转，工件放在下面的工作台上，工作台可以前后走，左右走，刀可以上下走，前后左右上下，这就是3个轴，叫做3轴机。3轴机能做的事情已经很多了，你手上的手机、中框、汽车引擎的钢体、螺丝、齿轮，大部分都出自3轴机。可是3轴机有一个死穴，它只能从一个方向下刀，你要加工另一面，就得把工件拆下来，翻个面，重新夹好，重新对刀。这个动作有个专有名词，叫装夹。而每装夹一次，误差就重新累积一次。第一次夹的时候差2条，翻面再夹差3条，2次叠起来，这个零件就报废了。所以5轴机多的那2个轴，不是为了让刀跑得更远，是为了让刀能够转头。除了前后左右上下这3个直线轴，再加上2个旋转轴，可能是工作台会转，可能是主轴头会摆，也可能是一边转一边摆。有了这2个旋转轴，刀具就能一直维持在最理想的角度，贴着工件表面走，不管那个表面多扭曲，工件一次夹上去，5个方向全部加工完，中途完全不用拆下来。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误差只累计1次。那什么样的零件非要一次装夹不可？我举3个，你就懂为什么这件事会变成国安等级的问题。第一个，航空发动机的叶片。一台大型民航客机的发动机里面塞着上千片叶片，每一片都是空间扭曲的曲面，前缘后缘的厚度只有0.几毫米，叶片内部还要走冷却气道，它必须在1000多度的高温里以每分钟上万转的速度旋转，然后连续运转几千小时不出事。这种东西如果分2次夹，2次的基准对不上，叶片动平衡就毁了，发动机一开机就会抖到最后就是空中解体。第二个，前件的螺旋桨，这是个更吓人的东西。前件最怕被听见，而前件最大的声音来源之一就是螺旋桨叶片在水里切割时产生的空蚀现象。水在叶片背面被撕开，形成无数个小气泡，气泡溃灭的瞬间会发出一连串爆音，
那个声音可以传几十公里。要压下这个声音，叶片的曲面必须极度平顺，加工纹路必须细到接近镜面，而且是7片、9片这种奇数叶片的高度扭曲曲面，直径好几公尺。这种东西全世界能加工的机台屈指可数。第3个，你可能想不到，是骨科植入物跟牙科的假牙机台。人工髋关节的球头跟臼杯配合面的精度，直接决定你走路会不会痛，10年后会不会松脱。这类东西也是五轴机的主战场。所以你看，五轴机不是那种只有军工才用得到的怪东西，它是一条线，一头连着飞机、潜舰、飞弹，一头连着你阿嬷换的那颗人工关节，中间夹着半导体设备零件、模具、涡轮增压器、机器人减速机。谁掐住这条线的上游，谁就同时掐住了一个国家的国防和民生。好，那既然这么重要，中国为什么不自己做一台就好？这个问题问得很自然，答案却很难听。因为五轴机这种东西，它不是一台机器，它是一整个国家工业体系的体检报告。我们把一台高阶五轴机拆开来看，先看骨架，机台的底座跟立柱通常是铸铁。你可能觉得铸铁有什么难的？中国1年的铸件产量全世界第1。可问题是，铸件从模具里倒出来以后，内部是有应力的，就像一根被扭过的铁丝。你看它是直的，其实它里面憋着一股劲，这股劲儿会慢慢释放，释放的时候机台就会变形，变形多少？可能就是几条，也就是几十微米。而高阶五轴机要求的定位精度是几个微米。怎么把这股劲放掉？最传统的做法叫自然时效，就是把铸件丢到厂房外面的空地上，日晒雨淋，放1年、2年，甚至更久，让它自己慢慢把应力释放干净。有些日本厂、德国厂的后院真的就堆着这种放了好几年的铸件。你发现问题了吗？这一步不需要任何高科技，它只需要时间。还有一件更难的东西，叫做愿意等的耐心。当一家企业的 KPI 是今年出货多少台，营收成长多少个百分点的时候，没有人愿意让一块铁在后院躺2年。再看导轨跟丝杠，机台要移动，靠的是滚珠导轨跟滚珠螺杆，它们要承受几吨重的移动部件，走几千万次以后，精度还不能掉。这里面的钢材热处理、滚道的磨削、滚珠的圆度分选，每一项都是几十年的积累。这一块台湾的上银跟日本的 THK、NSK 是主要玩家，而中国在这一块中低阶已经追上来了，高阶还在追。再看主轴，主轴就是抓着刀具高速旋转的那根东西。高阶加工中心的主轴转速动辄2-3万转，有些磨削应用甚至到6万转、10万转。它要在这个转速下维持极低的径向跳动，同时因为高速摩擦会发热，热胀冷缩又会让主轴伸长，伸长多少？几十微米跑不掉，所以主轴内部要走冷却油路，还要及时量测温度做补偿。再看量测，机台怎么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了？靠光砂尺，这是一根玻璃或金属做的尺，上面刻着极细的刻线，毒头扫过去就知道位置。高阶光栅尺的解析度可以到奈米级，这东西德国的海德汉是绝对的霸主，而这次日本的管制清单里，光栅尺被单独列了一项。你想想这代表什么？代表管制的人非常清楚要掐哪里。再看大脑，数控系统，也就是控制器，它负责把你电脑里画的那个3维模型翻译成5个轴同时该怎么动的指令，而且要及时运算刀具中心点的补偿、旋转轴的空间误差、加减速的平滑处理。这一块日本的发那科拿下全球大约 65% 的市占，是绝对的老大。在中国市场2022年也拿了 37.0%， 从2017年开始一直是第1名。高阶5轴这一段，德国的西门子跟海德汉分掉主要的份额。看到这里你应该懂了，一台高阶5轴机是铸造、热处理、精密磨削、轴承、4伏马达、控制演算法、光学量测，加上几十年份的现场经验，全部叠在一起的结果。任何一环拉胯，整台机器就上不了那个精度，这不是砸钱能够在3年内买到的东西。不过在往下讲之前，我要先帮你戳破一个很多人会踩到的坑，因为这个坑正好就是国产化率数字打架的原因之一。5轴机其实分2种，一种叫5面加工，一种叫5轴联动。5面加工是什么？就是刀具先转到某个角度卡住不动，然后用3个直线轴去洗，洗完这一面再转到下一个角度卡住再洗，
它确实用到了5个轴，但那2个旋转轴只是负责换姿势的，加工的当下它们是静止的。这种机器叫5轴定位加工，难度比3轴高，但没有高到另一个维度。5轴联动就完全不是同一件事了，5个轴在加工的当下同时在动，刀一边走一边转，弓箭一边转一边送。这时候控制器必须每隔几毫秒重新算一次，算出刀尖现在到底在空间里的哪一点，然后把5个轴的动作全部重新分配。这个功能有个名字，叫做刀具中心点控制。为什么难？因为旋转轴移动，刀尖的位置就会被放大偏移，旋转中心如果偏了一点点，经过力臂放大以后，刀尖那里可能就差了10倍。所以5轴联动机出厂之前，要用球干仪跟雷射干涉仪量出一整套空间误差补偿表，把几十项几何误差量出来，写进系统里。这张表就是那台机器的身份证，而且它会随着机器老化而失效，要定期重新标定。现在你懂了，当一份报告说国产5轴机的市占率是 55% 的时候，如果它把5面加工机也算进去，那个数字跟只算5轴联动的数字差距可以是好几倍。这不是造假，这是定义问题。但在传播的时候，这2个数字会被当成同一件事讲。还有一个更隐形的东西，比硬体更难买，那就是加工参数。一台机器交到你手上，它不会告诉你加工钛合金的时候进给要多少，转速要多少，切身要多少，下刀角度要怎么摆才不会震刀。这些东西是原厂几十年来在自家客户的车间里撞出来的，被整理成参数包，烧进控制器里。你买同样的机器，如果没有这个包，你要自己从头撞一次。撞的过程叫试切，试切要消耗昂贵的材料，要断掉一堆刀，要花掉几百个小时。所以就算今天有人把一台高阶5轴机整台拆给你看，把每一个零件都测绘出来，你复制出来的也只是一具尸体。真正让它活着的那些东西，在原厂工程师的脑子里，在客户车间的抱怨记录里，在几十年的失败清单里。这就是为什么逆向工程在这一行的效果比在很多其他行业都要差。你可以逆向出形状，你逆向不出经验。不过在讲中国之前，我们得先回到将近40年前，看看这把锁第一次被撬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件事直接决定了今天这套游戏规则长什么样子。时间拉回1980年代初，当时美国海军有一件烦心事，苏联的潜舰太吵，吵到什么程度？美军在大西洋部的水下声纳网，可以在苏联潜舰离开母港的时候就听见它，然后一路跟到它回家。这在冷战是压倒性的优势，等于对方的核潜舰一出门就被贴上标签。可是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美国海军发现不对劲了，苏联的新一代潜舰忽然安静下来，原本能追踪的目标声纳上开始出现断点，有时候整条就这样消失在噪音底噪里。这对负责反潜的人来说，是那种半夜会惊醒的等级的坏消息。1987年，答案揭晓，日本的东芝机械透过在申报规格上动手脚，把9轴控制的大型工具机卖给了苏联。这种机器可以加工大型的高扭曲曲面，正好就是潜舰螺旋桨需要的。这件事违反了当时的八统协定，也就是对共产阵营输出战略物资的多边管制机制。事情爆出来之后，日本社会被震了一下，东芝机械遭到外汇法制裁，相关干部被逮捕，东芝的会长跟社长双双辞职。美国那边，国会山庄前面的草坪上，几位议员拿着大锤，当众把一台东芝的收音机砸得稀烂，画面上了全世界的新闻。美国随后对2家公司寄出进口禁令，这件事后来被称为东芝机械八统违反事件。日本人自己回头检讨，说那次事件是日本出口管制治理的转捩点。从那之后，日本政府对工具机出口的敏感度变成了另外一个等级。而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一句话，其实不是谁被抓谁下台，是这一句：一台工具机可以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下，把整片海底的力量对比改写掉。从那一刻起，工具机就不再只是工业品了，它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计算、被谈判、被当成筹码的东西。八统在1994年解散，接手的是瓦圣纳协定，成员国几十个，管的东西更细。5轴工具机从此稳稳地躺在管制清单上。日本这次2026年的动作，说穿了不是新发明，是把一套原本就存在的框架从宽松档位拨到严格档位。好，那现在我们回到那个更尖锐的问题，全世界到底有几个国家做得出真正的高阶5轴机？先讲结论，这个数字取决于你把门槛画在哪里。
如果你讲的是能生产5轴联动加工中心的国家，那名单其实不短，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南韩、西班牙、瑞士、台湾都做得出来，中国自己也做得出来。但如果你把门槛拉到真正的高阶，也就是航太级，能稳定交出次微米精度，能连续加工几百个小时而精度不飘的那一档，名单会迅速缩到剩下极少数几个地方，主要就是日本、德国、瑞士这3个系统。美国在超精密领域有很强的东西，但在通用高阶5轴整机这一块反而不像日德瑞那么全面。所以那句全世界只有3个国家做得出来，严格讲不是一个科学定义，它是一句市场观察。它真正想讲的是，全球中高阶市场的绝大部分被日本、德国、瑞士这3个体系吃掉了。而在中国的高阶数控工具机市场上，德日两系的市占率长期超过80%。那为什么是这3个地方？地理上这3个国家没什么共通点，一个在东亚，2个在欧洲。可是你把他们的产业史摊开，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他们都有一段极长的没有被战争或政治运动打断的精密制造传承。瑞士是钟表，几百年做那些比米粒还小的齿轮，养出了一整代对微米有直觉的技师。德国是光学跟机械，蔡司、海德汉那一脉。日本则是2战之后的纺织机、相机、汽车一路长出来的现场文化。而这3个体系里藏着一个外人很难复制的东西，叫刮研。这是什么？机台的滑动面，就算你用最好的磨床磨过，表面还是会有微观的起伏。要让2个面贴合到极致，最后那一步是老师傅拿着一把刮刀，一刀一刀把高点刮掉，刮完涂上蓝油，合上去，看哪里有印，再刮。这个过程要重复好几轮，一个平面刮下来可能要好几天。刮研做到最后，会在滑动面上留下一片片细小的凹坑，那些凹坑会存住润滑油，让2个面之间形成稳定的油膜。这件事机器做不到，或者说机器做得到，但成本高到不合理。所以直到今天，全世界最贵的那些机台，关键滑动面还是靠人的手，而这种师傅是要用20年养的。他要能用手指摸出2微米的高低差。要知道，今天车间温度比昨天高2度的时候，蓝油的印子会有什么变化？这种东西没有捷径，你花再多钱也没办法让一个人的手在3年内长出20年的记忆。我看过一个说法，说一家日本老厂的组装车间恒温20度，全年无休的开着空调，组装一台高阶机要花好几个月，而负责最后刮研的那几位师傅，平均年资超过30年。这不是浪漫化，这是成本结构。你算算看，一台机器卖好几千万台币，里面有多少是在买那几双手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行有一句话流传很久，工具机叫工业母机，因为所有的机器最终都要靠机器来制造，而母机的精度决定了它子代的精度上限。一台精度是5微米的机床，你不可能用它生产出精度3微米的零件。这句话的残酷之处在于，精度是会遗传的，而且只会往下传，不会往上跳。你想要突破，就必须先有一台比你现在更好的机器，可是那台更好的机器又要靠更好的机器来造，这个循环往上追，最后会追到一个很难堪的位置，那就是如果你的起点比别人低，你就得靠自己一代一代往上爬，而别人可以直接把上一代卖给你，让你永远停在他们的下一级。现在你应该理解日本这次管制的杀伤力在哪里了，它管的不只是整机，还管了转台、光扇齿，还有5轴数控系统的底层设计。这3样东西正好就是让一台机器从能动变成能准的那几个关键零件。你可以买到机壳，你买不到那个让它精准的灵魂。说到这里，有个问题其实一直没有回答。日本在2战打完的时候，工业基础被炸得七零八落，它是怎么在几十年之内变成握着这把锁的人的？这件事的关键发生在1950到70年代，而且跟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富士通内部有一个小组在搞数值控制技术，带头的工程师叫稻叶青右卫门。那个年代的数控还是很粗糙的东西，靠纸带读取指令，可靠度不高。很多人觉得这玩意儿商业上没前途，可是这个小组认准了一件事，未来的机床竞争不会在铁上面分胜负，会在那个算指令的盒子上分胜负。后来这个部门独立出来，就是今天的发那科。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很奇怪的选择，他不做整机，他只做控制器跟伺服，
然后把这套东西卖给全世界所有的机床厂，包含竞争对手。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局面。发那科拿下全球数控系统大约 65% 的市占，到2022年为止，累计卖出500万套系统。在中国市场，2022年的市占是 37.0%， 从2017年开始就一直坐在第一名。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工厂里走一圈，抬头看那些机器的操作面板，黄色的那一片，大概率就是它。这是一个很值得台湾人想一想的故事。发那科放弃了整机那块看起来比较大的饼，去啃控制器这块看起来比较小的饼。40年后，他成了那个谁都绕不开的人。整机厂可以有100家，控制器只有那几家。日本另外一条路线是整机，像山崎马扎克这种1919年就创立的老厂，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逻辑，把精度跟稳定度做到极致，靠品牌卖溢价。德国那边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发展，德日两系在近10几年直接合并，变成一家横跨两国的巨头。所以你今天讲德国机或日本机，界限其实已经模糊了，真正该讲的是德日这个共同体系。现在我要讲一个更冷的东西，讲完你大概会对这件事的残酷程度有新的认识。高阶工具机卖出去之后，卖方的手其实没有完全放开。业界长期流传一种说法，说某些受管制的高阶机台内建了位置监控与远端锁定的机制，机器一旦被搬离申报的安装地点，或者被拆解，被试图规避监控，它就会自己停下来，变成一块几十吨重的废铁，必须由原厂工程师到场才能解锁。有些型号还要求原厂定期到场保养，保养的时候顺便确认这台机器有没有被拿去做它不该做的事。这件事的具体技术细节，各厂商当然不会公开讲，但从管制逻辑来看，这是完全合理的设计。因为出口管制最怕的就是转手，你卖给了 A 公司， A 公司隔1个月转卖给 B 公司， B 公司拿去做飞弹，卖方是要负责的。既然责任跑不掉，那就必须有办法确认机器还在原地。所以你买下这台机器，你付了钱，机器停在你的厂房里，可是它的另一半仍然握在别人手上，你只是取得了使用权，而且是附带条件，随时可以被终止的使用权。这就是这个题目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我们平常讲买卖，讲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完就是你的。可是在这个领域，交货只是开始，之后每一年你都还在被人看着。那中国这20年到底做了什么？这一段其实是整个故事里最曲折的，因为它同时装着一场惨败跟一场翻身。先讲惨败。2011年前后，沈阳机床曾经冲到全世界工具机企业营收排名的第1位，你没听错，第1位。那时候中国正在盖房子、盖工厂、盖高铁，机床卖到缺货。沈阳机床走的是规模路线，数量堆上去，市占冲上去，看起来一片大好。然后呢，2019年沈阳机床进入破产重整，从全球营收第1到破产重整，中间只隔了8年。原因说起来也不复杂，它卖的量很大，但卖的东西单价很低，利润薄得像纸。一旦下游景气反转，现金流立刻断掉。而他砸重金开发的那套自有数控系统投入极大，市场接受度却不如预期，规模扩张掩盖了利润结构的问题，直到掩盖不住为止。有一组数字可以把这件事讲得非常直白。2021年，中国数控机床的平均出口单价是每台大约300美元，而平均进口单价是每台 7.67 万美元。你先别急着跳过这2个数字，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看一次。出口300美元，进口 7.67 万美元，中间差了200多倍。这代表什么？代表当时中国卖出去的所谓数控机床大量是小型的、简易的、低阶的机种，而买进来的是那种一台抵得上一整条产线的高阶设备。同样叫数控机床，一个是自行车，一个是波音。这就是所谓卡了20年的真实样貌。它不是完全做不出来，它是做得出低阶，卡在高阶，而高阶正好是有利润、有战略价值的那一段。好，那翻身的部分呢？这几年确实有东西在动。大连有一家公司叫科德数控，2008年成立，2021年7月在科创板上市。它走的路线跟沈阳机床完全相反，不冲量，专攻高阶5轴，而且从数控系统、4伏驱动、电主轴、力矩马达到转台，整条产业链自己做。它那套叫做 GNC62 的数控系统，官方说法是国产化率超过 95%， 而且已经用在航太领域。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前面说过，数控系统是大脑，如果大脑是买的，
别人一断供你就变植物人。科德数控走的这条路很慢很烧钱，但它是少数几条真的通往高阶的路。那到底国产化到哪里了？这里我要坦白讲一件事，我查了一轮之后有点傻眼，因为各家给的数字打架打得很凶。有一份资料说5轴数控机床的国产化率从2020年的大约 18%一路跳到2024年的 55%。 另一份说高端数控机床含5轴在2025年底突破 35%， 2026年有机会冲 45%。 还有一份说2026年第一季高端机床国产化率是 42%， 其中5轴机床的国产市占率是 28%， 同比提高9个百分点。也有说法是2025年5轴国产化率已经达到 59.5%， 国产首度超过进口 18%、28%、35%、42%、55%、59.5%。同一件事，6个数字，最低跟最高差了3倍以上。这不是有人在说谎，这是因为大家算的东西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有的算台数，有的算金额，有的把所有5轴都算进去，有的只算真5轴联动，有的把组装在中国但控制器是发那科、光扇尺是海德汉的机器算成国产，有的不算，你把口径换一下，数字就能翻倍。而这件事本身就是这个题目最有意思的地方。当一个产业的自主率变成一个政治指标的时候，这个数字就会开始长腿，会自己跑。所以我们不看那个总数，我们看几个比较诚实的侧面。第一个侧面，市场规模是实的。中国5轴机床的市场规模2024年大约108亿人民币，2025年约128亿，2026年预估来到157亿。这个池子在膨胀，而且膨胀得很快，池子变大代表需求是真的。第二个侧面，德日在中国高端数控机床市场的市占率长期超过80%，这个数字如果是真的，那前面那些4成5成的国产化率讲的显然不是同一个高度的东西。第三个侧面，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日本这次管制的清单本身。如果中国真的已经自主了，日本管这些做什么？管制清单是一份非常诚实的文件，因为它是对手花钱请专家写出来的，写的是你到底哪里还痛。而这份清单告诉我们，痛点在高阶整机，在高精度转台，在光栅尺，在5轴系统的底层设计。现在我们来看，这次管制的实际杀伤力到底会打在哪里？第一刀是新机交期变成薛丁格的猫，逐案审批加上45到180天的审查期，意味着你今天下单，什么时候能拿到机器，没有人知道。对一家要规划扩产的工厂来说，这比直接说不卖还难受，因为不卖你可以马上去找替代方案，不确定你只能干等。第二刀也是很多人没想到的一刀，是备件跟维修，这才是真正阴险的地方。一台高阶5轴机用个几年，主轴要换轴承，光栅尺独头会坏，4伏马达会老化。如果连备件都要走逐案审批，那你车间里那些已经买进来的机器就从资产慢慢变成不定时炸弹。机器没坏的时候它是产能，一坏你可能要等半年。第三刀是那个年底的宽限期，就许可只到年底。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如果现在手上有还没交完的单，最好想办法在年底之前把货全部拉回来。这会造成什么？囤货。一个在正常年份不会发生的抢购潮，会在接下来这几个月出现。第四刀打在最痛的地方，就是航太。搜寻资料里出现一个很直接的问句，说高端5轴机床遭封锁，国产的科德数控、华中数控扛不扛得住国产大飞机的制造压力？这句话问得很残忍，但他问到了核心。民航客机的机体结构件、发动机零件是5轴机的重度使用者，而且量产爬坡的时候需要的是几十台、上百台同型机同时稳定运转，不是实验室里那1、2台样机。从能做到能量产，中间隔着一整条产线的距离。讲到这里，我们回头把标题里那句卡了20年，用一条真实的时间轴对一次，你就会知道这3个字有多重。2009年，中国启动了一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名字很长，叫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业内都简称04专项。这是一个举国体制的项目，钱从中央财政直接拨下来，指定给那些被认为有机会突破的单位。举个例子，做数控系统的华中数控，光是这个专项就拿到2亿多的国拨经费，任务目标写得很清楚，研发中国自己的高档数控系统，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注意这个时间点，2009年，
从那一年算到今天，正好将近20年。再往后6年，2015年，中国制造2025出台，10大重点领域里面，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排在很前面的位置。那份文件里对数控机床的期待非常高，官方后来也专门发过解读，讲要推动高档数控机床的发展。当时外界普遍理解的目标是要在2025年把高档数控机床的国产化率推到80%。那结果呢？结果是目标被改了。2024年4月，这个目标被修订成在关键工序上达到 75% 以上的国产化，而且时间从2025年延后到2027年。我想请你认真看一下这个修改，因为它比任何一份市场报告都诚实。第一，百分比从80%降到75%。第二，范围从整体收窄成关键工序，这是很大的一个限缩，因为关键工序这4个字可以有非常大的诠释空间。第三，也是最直白的一点，期限往后推了2年，一个目标会被往后推，只有一种原因，就是照原本的路走，到期做不到。所以卡了20年这句话不是网络上的酸言酸语，它是一条可以逐年检验的路线图。从2009年砸钱立项，到2015年写进国家战略，再到2024年下修目标并延期，最后到2026年8月16日，对方直接把清单收紧。这20年里，中低阶确实被啃下来了，量做起来了，价格打下来了，很多原本要进口的东西现在不用进口了。可是最上面那一层，那个决定飞机能不能飞、前舰安不安静的那一层，还是没有彻底拿下。而日本选在这个节骨眼收紧，时机挑得非常精准，因为这正好是中国国产替代跑到一半，还没完全站稳的那个窗口。早几年收紧，中国本土厂商还太弱，收紧了也只是逼对方去买德国货，晚几年收紧可能就没有效果了。挑在现在，杀伤力最大。那有没有办法绕过去？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而且答案并不是完全没有。历史上这种管制被绕开的方式大概就那几种，我们一个一个看，顺便看看每一种在今天还剩下多少空间。第一种，改申报规格，这就是1987年那次用的方法，把9轴写成3轴，把高精度写成一般精度。这招在纸本作业的年代管用，在今天很难了，因为关键零件都有序号，有原厂履历，而且各国海关的资料是互通的。更重要的是，一旦被抓到，代价是公司高层集体下台，加上市场进入，没有几家上市公司敢赌。第二种，第三，地转口，先卖到一个不受管制的国家，再从那里转出去。这一招理论上可行，实务上会遇到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机器会回报自己的位置，而且原厂要派人去保养。一台需要每年被原厂摸一次的机器，很难长期藏在一个不该出现的地方。第三种，买二手机。二手机的追踪链确实比较松，而且很多老机器没有那些监控功能，但二手机有个致命伤，它的精度已经衰减了。一台用了15年的高阶机，导轨磨损，铸件应力重新分布，丝杠背隙变大，它可能还很好用，但它已经不是当年那台，要把它救回来，得换导轨，重新刮研，重新标定，而这些工作本身又需要高阶的技术跟设备。第四种，挖人。这一招其实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常被使用的，但挖人有个时间问题。你挖来一个日本或德国的资深工程师，他能把他会的东西交给你的团队，可是他没办法把整个供应链搬过来。他知道那个轴承要用哪一家的，可是那一家不卖给你。第五种就是老老实实自己做，慢、贵、痛苦，而且要熬过至少10年没有回报的日子。而这第五种正好就是这次管制真正会催出来的东西。我前面讲过那个吊轨的循环，我们现在把它讲得更完整一点。任何一次封锁其实是同时做了2件相反的事，它一方面阻断了对手取得技术的路，另一方面它强制性地帮对手的本土产业创造了一个受保护的市场。这第2件事的威力常常被低估。想象你是一家中国本土的5轴机厂商，你的机器可能比日本机差个2-3成，价格便宜4成，在正常状况下你根本卖不动，因为客户会说我多花4成买个安心。可是现在日本机要等180天，而且可能被驳回，客户只剩2个选择，等或者试试看你的。只要有一定比例的客户开始试，事情就变了。因为机床这种东西唯一的进步方式就是备用，实验室里的样机再漂亮都没有意义，它必须在真实的车间里
被真实的师傅每天操16个小时，操到出问题，回馈，改，再操。这个回馈回圈跑1轮要几个月，跑10轮要几年。封锁给了本土厂商的正是这几年的回圈次数。日本自己就是这样长出来的，德国也是。台湾的工具机产业当年之所以能起来，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早期买不到，买不起好机器，只能自己想办法。所以这场管制最后会怎么收场，取决于一个很难预测的变数，就是中国本土产业能不能在这个保护窗口里真的把回馈回圈跑起来，而不是把补贴拿去做别的事。而这里有一个历史上的警告，沈阳机床当年也拿了大量的资源，结果他把资源投进了规模扩张，投进了冲营收排名，最后在8年之内从全球第1走到破产重整。钱从来不是问题，钱往哪里去才是问题。还有一个变数是人。前面讲过刮盐师傅要20年，这件事在中国有一个结构性的难处，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不太愿意进车间。当房地产跟网络业把最聪明的一批人吸走的时候，愿意在一个恒温车间里拿刮刀刮20年铁的人会越来越少。这一点日本、德国、台湾同样在面对，只是各自的严重程度不一样。讲到这里，我要说一句可能会得罪人的话，这场竞争最后拼的不是谁的实验室里有更厉害的样机，是哪一个社会还愿意让一群人安安静静的把一件枯燥的事情做30年，这才是那把锁真正的材质。讲到这里，看起来好像是日本大获全胜，可是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头提出的那个怪异之处吗？日本是在自己订单破纪录，中国占了30%的那一刻出手的。这一刀砍下去，血是从哪里流的？答案很尴尬，两边一起流。日本的工具机产业这几年最大的成长引擎就是中国，连续26个月正成长，接近30%的订单占比，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市场，这是命脉的一部分。现在把高阶这一段砍掉，短期内日本厂商的高毛利订单会直接掉一块。有一篇评论的标题写得很直接，说今天日本狠狠捅了自己一刀。那日本为什么还是做了？有2个角度可以看。第一个角度是，这件事本来就不完全是日本自己决定的。2战之后，日本的出口管制体系跟美国的节奏一直是绑在一起的，从巴统到瓦盛纳都是。当外部框架收紧，日本的政策空间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第2个角度更现实一点，就是日本可能算过一笔账，觉得中国反正迟早会做出来，那与其等到对方追上来之后高阶市场自然萎缩，不如趁现在还有筹码的时候，把这个筹码换成谈判桌上的东西。这是一种卖在高点的思路，残酷但符合逻辑。不过历史上这种算计成功率其实没有那么高。我们把时间轴拉开看，过去这些年被封锁的东西不止工具机，盾构机曾经全靠进口，一台卖到天价，后来中国自己做出来了，现在反过来出口。稀土加工、高铁、特高压输电都走过类似的曲线。封锁确实会拖慢对方，但它同时也会做一件事，它会把对方国内那些原本没有订单、没有试错机会的本土厂商硬生生推到客户面前。这就是最吊诡的地方。一家中国工厂的采购本来绝对不会买国产5轴机，因为进口的更好用、更稳，坏了有原厂来修。可是当进口的要等180天，还可能被驳回的时候，这个采购就会被迫去试国产的，试了之后可能骂一顿，但他会回馈问题，国产厂商会改，改完再试。这个循环一旦跑起来，就很难停。搜寻资料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说很多中国企业被迫支持国产，被迫2个字用得很准。国产替代这件事，从来不是靠爱国情怀推动的，是靠没有别的选择推动的。所以这场封锁，短期看是日本赢，中期看是拉锯，长期怎么样？说实话没有人知道。因为高阶5轴这件事，跟盾构机、跟高铁有一个本质差异。前面那些东西的难点在系统整合跟工程管理，而5轴机的难点在材料、在热处理、在那双刮盐的手。也就是说，它的难点在时间本身，而时间是唯一一种砸钱也买不到的东西。在把镜头转回台湾之前，我想先花1分钟讲一件事，就是这场看起来离我们很远的博弈，到底跟你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手上这只手机，那个一体成型的金属中框是洗出来的。你开的车，如果是电动车，那颗马达的壳，那套减速齿轮也是洗出来的。今年最热的 AI 伺服器里面那些液冷板，那些散热模组的流道，全是精密加工的产物。而机器人身上最贵的那个零件，谐波减速机跟行星减速机，齿面精度差几微米，
机器手臂末端就会抖，抖了就没办法做精密组装。这些东西全部指向同一件事，就是这一轮 AI 跟机器人的热潮，本质上是一场对精密加工能力的巨大需求爆发，而全世界能提供这个能力的入口就是那几家工具机厂。所以日本这次的动作，表面上是在管制5轴机，实际上是在替接下来10年的一场更大的竞赛划线。因为未来10年真正的战场是机器人跟 AI 硬体，而这两样东西都建立在精密加工的基础上，谁的加工能力被卡住，谁在下一轮就只能做组装厂。好，讲完了日本跟中国，我们最后把镜头转回来，看看台湾站在这张桌子的哪个位置。台湾的工具机产业高度集中在台中，从大甲、神冈、丰原一路到大理，方圆几十公里里塞着整机厂、铸造厂、钣金厂、主轴厂、刀库厂、油压厂。这个聚落的密度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一台机器出问题，供应商骑机车20分钟就到你厂里，这是台湾真正的护城河，不是单一技术，是反应速度。台湾在这条线上的位置，讲白了是中阶偏上。我们有很强的整机组装能力，有上银这种在滚珠螺杆跟线性滑轨做到世界级的零组件厂，有百德这种主力做5轴加工机与高阶复合机的公司，有东台、成泰这些老牌整机厂。2026年这一波，东台集团在手订单来到23亿元，上银的滚珠螺杆订单能见度也比先前多出半个月，部分客制化产线要加班赶工。但台湾也有很清楚的天花板，控制器这一块高阶机大量还是挂发那科、西门子、海德汉、光扇尺，主要还是海德汉。也就是说，台湾跟中国其实卡在同一道关卡的不同高度上，只是台湾卡的比较高，而且台湾没有被管制。2026年对台湾还有一个变数，就是关税。台美之间谈出来的结果是 15% 的税率，而且不叠加。这件事对工具机业影响很大，因为它让台湾跟日本、韩国站回同一条起跑线。原本的担心是台湾被克得比竞争对手高，那等于直接被踢出美国市场。现在这个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所以几家指标大厂对今年的看法从原本的保守改成了审慎乐观。那日本这次管制对台湾是好事还是坏事？短期看，中间地带的机会确实出现了。当高阶日本机拿不到，国产机还不放心的时候，中间那一段的需求会往其他来源流动，台湾是很自然的候选。但我要在这里踩一下刹车，因为这种转单并不是稳赚的。原因有2个，第一，被管制的是高阶，而高阶正好是台湾目前助力最深但还没完全站稳的那一段，能不能接得住是要看真本事的。第二，也是更根本的，当中国被逼着加速国产替代，它练出来的东西不会只停在高阶，它会从中阶往上打，而中阶正好就是台湾现在赚钱的那一段。换句话说，日本这一刀砍在中国身上，溅出来的血有一部分可能会溅到台湾的中阶市场，所以对台湾来说，这件事真正的意义不是抢单，是提醒我们，一个产业如果长期把大脑跟眼睛外包给别人，不管你的手多巧，反应多快，你的天花板都是别人画的。我们把整件事收一收，一台5轴工具机本质上是一个国家愿不愿意让一块铁在后院躺2年，愿不愿意花20年养一双手的证明。它没办法用补贴堆出来，也没办法用并购买下来，因为你可以买下一家公司的厂房、专利跟客户名单，你买不下那些师傅脑子里30年的手感，更买不下那个让这些手感得以世代交棒的环境。1987年，一台9轴机让一片海底安静下来，也让一家日本公司的高层集体下台。2026年8月16日，同一个国家用一份清单让另一个国家的高阶制造踩了刹车，中间隔了将近40年，被管制的东西从9轴变成5轴，被盯上的对象从苏联换成中国，可是那把锁的形状几乎没有变过。那么真正该问的问题，也许不是中国几年之内能不能解开这把锁，而是这个，当一台机器的精度可以被拿来当作外交筹码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手上的东西，从手机、汽车到你阿嬷膝盖里那颗人工关节，其实都躺在同一条被别人握着的线上。那条线现在被拉紧了一下，我们才第一次看见它。下一次它被拉紧的时候，会是哪一条？